整理好北京那间被水淹过的地下室之后，我去了趟杭州，去看望公公婆婆。他们现在住在养老社区里。这一期我借着这次探望和大家聊聊，当我老了以后如何安置自己的生活。这里是杭州良渚文化村。早上从民宿的后门出来，紧邻着一个木结构的小教堂。清水混凝土与原木堆叠的墙面，在梅雨季的微光里，有种岁月沉淀的质朴感。6月中旬的杭州入梅了，今年的梅雨不太梅，偶尔下一点，天气还算凉爽。我溜达到旁边的村民大食堂吃早餐。要2个烧麦。2个是吧？啊。等等，不要那个碎的好吗？我在这吃。碎的里面是鸡蛋给你。不要碎的，不是，我在这吃。2个，再要2个生煎。2个？对，2个。好，谢谢。要咸的？咸的。好，谢谢。好。一个粥，一个饼，再加上红薯。早餐品种挺丰富，油条、各种面食、粥、杂粮、小菜，挺齐全，也不贵。我这一盘子总共18元。我发现不仅是游客，周围很多土生土长的居民也把这里当作自家厨房。吃完早餐，来到马路对面的养老社区。早上的阳光很温和，老人们都出来活动了。打得真好。公公婆婆住的是个一室一厅，公寓不卖产权，只卖使用权。15年租期，从当年的75万涨到了120万。婆婆快90了，公公将近100岁。今年年初，每月花6000元请了一个照顾他的阿姨，也住在这里。急了，不急吐。现在外地人在杭州看病也可以走医保了，只是2老还是先垫付，账单寄回北京报销。
一个月3000，后来慢慢的随着物价它就涨，现在是变成了4000多。这个叶子先剥掉的。我都这样子说的。在家你们吃饭可能不到1000吧，就是差不多5000块钱一个月。这比北京还是便宜多了。买菜啊？哎，我买好了。买好了。啊，拿回家。杂粮。今天这个鱼可以啊，这一条大的。来一个红烧大肉吧。我来看稍微肥一点的，我看一下啊。番茄豆腐老头能吃吧？给他来一个吧。番茄炖豆腐。可以，咱们半个。你要点这个茄子给你，我买的是茄子。这个萝卜也可以吃。老爷子牙不好，只能吃一些软烂的，眼睛也不好。老太太一直在专注地帮他挑鱼刺。他俩一个眼睛不好，一个耳朵不行，两人经常自嘲，合起来当一个人用。吃完午饭，二老休息了，我也回到了民宿。每年来杭州看望他们，我都住在这里。他以前是个青年旅社，比较适合背包客，最近改成了民宿，屋内的设施品质提高了，每晚300元，住宿比周边的稍微贵一点，但我图他离公婆家极近，随时可以抬脚过去。坐在安静的房子里，我又想起了地下室被水泡坏的收藏。我一直以为那些珍藏了大半辈子的东西会一直陪着我，后来才明白，他们只是陪我走过了一段时间。今天天气不热，我顺着社区往外走。这条步行街与社区只隔着一条马路，它还有个好听的名字，叫玉鸟集。在玉鸟集的尽头就是著名的大屋顶良渚文化艺术中心，里面标志性的巨大原木书架直达屋顶。以前经常陪二老散步来到这里。这几年，我眼看着文化村不断的发展。最早，这里只有大屋顶和我吃早饭的村民大食堂。后来有了星巴克，我也经常和公婆过来坐下喝咖啡。再后来，玉鸟集开市，特色餐厅、宠物店、买手店应有尽有，越来越热闹。街口最靠近养老社区的位置还有个大超市，老人们也会慢慢走过来买点菜、逛逛街。他们的生活不止在小区里，还延伸到了这里。我越来越觉得，一个养老社区真正重要的不仅仅是里面有多高级，而是出了门以后生活还能不能继续。现在国内很多养老社区要么远离生活区域，要么紧挨医院，空间狭小。而这里刚好在生活里，老人们没有被隔离，
当年王石打造它时，把老去与精致体面的社区生活融合在一起。老人们在小区里享受各式各样的老年活动和专业照顾，出了小区步行几分钟，又可以融入生机勃勃的年轻市井。湖里几个老人正在游泳。步行10分钟之外的地方就是良渚博物院，这里展示了5000年前良渚人留下的玉宗。当年拥有它们的人早已化为泥土。想到这些，我忽然释怀了。那些被水泡坏的书籍，扔了就扔了吧。5000年的时间，留下来的本来就不会太多，何况我这短短的一生。离开杭州没多久，公公查出淋巴瘤住院了。每次来这里看到老人们的生活，我都会问自己，当我很老的时候会怎样安置自己。其实我现在也没有成型的方法。如果是你，会选择在养老公寓里扎堆，还是留在自己熟悉的房子里，又或者是另一种方式？但不管是什么，我相信时间总会给出一个答案。